据今日俄罗斯周四报道，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披露了此次谈判的一些细节。谈判从早到晚一直在进行，部分律师、国际人士和俄乌双方的军方代表都参与了本次谈判。周三晚间，乌方成员们还很困难地调整了立场，并正在寻求妥协。梅金斯基还介绍，双方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有一定进展，但不是所有问题。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延续世代的协议，双方就协议中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与乌克兰方面进行特别谨慎的讨论。如果说正如双方所说的话，就已经到了这个抠数字和抠字母的阶段的话，其实就是说明双方已经在谈一些细节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些主要的这个原则问题的，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现在就是已经进行的是一些实质性的、细节性的这个谈判。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其实俄乌双方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局势扭转的一个节点。如果说这个在乌克兰军事行动演化成一个类似于叙利亚内战一样的长期化的代理人战争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的这个实现它既定的目标是非常不利的。这个虽然说这个乌方这个表面上看，我们看在顶住了这个俄国军前期的攻势，但是这个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因为现在这个乌方呢，其实大量的技术装备都已经丧失，对国家的这个整个的前途和未来是非常不利的。我认为，其实双方现在都有动机去达成一个协议。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周三还表示，俄方谈判目的没有改变，俄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独立的乌克兰，而不是作为进攻俄罗斯桥头堡的乌克兰。梅金斯基说，双方各自的立场都清晰明确，并在会谈中就某些问题取得一些进展。双方正在讨论乌克兰中立地位、实现乌去军事化以及与乌军队规模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梅金斯基透露，乌方提出按照奥地利或者瑞典模式建立中立去军事化国家，保留自己的陆军和海军。目前这些问题正在俄乌国防部领导层面进行讨论。有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当天反驳了梅金斯基所说的乌方提出将采取奥地利或瑞典版本的中立模式。波多利亚克说，在当前乌俄冲突中，所谓的中立模式只能是乌克兰模式，不存在其他模式和选择。实际上，奥地利和瑞典都是欧盟成员国，但都不是北约成员国，他们奉行中立政策。其中，奥地利的永久中立国地位写入其宪法，在军事上不结盟，不允许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作为永久中立国，为保持中立地位，一般也不会与他国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不会进口尖端武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永久中立国的军事战略地位不突出。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已有7个国家宣布为永久中立，并得到国际广泛承认，包括瑞士、奥地利、瑞典、芬兰、爱尔兰、哥斯达黎加、土库曼斯坦。也就是说，俄罗斯谈判代表提到的奥地利和瑞典都是永久中立国，而乌克兰方面不接受这种中立模式，希望在军事上实现乌克兰模式。它的核心的含义其实就是不结盟，然后战时中立，然后不接触这个外国军队进驻。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他为什么不接受这样的一种中立模式呢？它的核心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遭受了军事打击。这个我不能仅仅要求大国表面上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可能是靠不住的。他其实想要一个就是大国在他的领土上驻军，或者说派出所谓的维和部队，来维持、来保障他的中立。在俄乌谈判出现务实迹象之际，俄与西方的制裁战越来越激烈。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时，还重点谈到了如何应对美西方制裁的问题。普京说，这次西方已经撕下了体面的面具，展露出本性。所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只是他们打压俄罗斯的借口，遏制削弱俄罗斯是西方长期的战略。Пытается расколоть наше общество, спекулируя на боевых потерях, н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санкций,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 России. Сегодня всей планете приходится расплачиваться именно за амбиции Запада, за его попытки люб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сохранить свое ускользающе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Введение санкций – это логическо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недальнови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и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банков США и стран ЕС.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最新电视讲话，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我注意到，在普京讲话前，俄罗斯方面已经拿出了一份新的俄乌和谈方案。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如果乌克兰宣布成为中立国，并愿意保留有限度的武装力量，俄军会停火并撤走。很显然，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军虽然接近基辅和乌克兰的其他城市，但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和目的。这显然是在向乌克兰示好，希望乌克兰能够接受俄方提出的和谈条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自从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不仅展现出了强烈的和谈意愿，而且其和谈条件也在逐步降低。从开始的要求乌克兰放下武器、全面投降，也就是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到后来的必须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必须要承认乌东2个州的独立地位，以及必须修改宪法，以保证不会加入欧盟和北约，再到现在的仅仅要求乌克兰像奥地利或瑞典一样保持中立，并且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俄罗斯态度逐步软化，和谈条件逐步降低，显然又跟俄军在战场上并不顺利，未能速战速决拿下乌克兰，以至于战事陷入焦灼状态密切相关。这也就再度印证了一句俗话，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除此之外，普京还把讲话的重心放在了谴责美国的经济制裁，以及确保国内的经济民生稳定上面。很显然，这是因为当前俄罗斯面临的战线并不仅仅是只有一条，除了俄乌军事战线外，还面临着由美国和北约发起的外交战和经济战，以及面临着由此而引发的国内民生和社会稳定保卫战。我想这也是俄罗斯外交部会在日前呼吁俄美应该回到冷战时期和平共处原则上来的原因。我们看到，对于普京的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做了回应。那么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很多评论都认为，泽连斯基的回应意味着乌方也做出了重大让步，俄乌将很快达成和平协议。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在我看来，乌方不仅没有出现让步的迹象，反而是更加强硬了。因为乌方表示愿意放弃加入北约，这压根就不是让步，而仅仅是在面对现实。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从来就是一个假议题，北约不可能接受。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的那段视频讲话。在讲话中，他声称乌方在与俄罗斯谈判中的优先任务是明确的，即实现停战，获得安全保障，维护国家主权，恢复领土完整，使国家获得切实的安全保证。这个也就意味着乌方开出的和谈条件，一个是俄罗斯立即停火，二是把克里米亚和乌东部的2个州还给乌克兰，三是由美国和北约来出面保障自己的安全。除此之外，早前乌方还提出，不仅要通过国际法庭来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而且要让俄罗斯向乌克兰做出巨额的赔偿。而在我看来，乌方态度日趋强硬，还表现在即使俄方已经把和谈的条件降低到了只要乌克兰保持中立，但乌方今天也已经明确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那您对于接下来的俄乌和谈前景还感到乐观吗？在早前我已经明确说过，现在的俄乌局势已经进入到了军事决定政治的阶段，双方在谈判桌上较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较量的结果，而当前战事已经正式陷入了焦灼状态，那也就意味着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将会拉锯很长一段时间。要知道，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在战场上只打不谈维持了1年时间，随后边打边谈又维持了2年时间。而俄乌边打边谈的时间
虽然不至于拖上好几年，但也绝对不会那么快。它要取决于俄乌双方的军力与国力还能够消耗多久，会不会出现某一方支撑不住了的情况。假如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双方就能很快达成协议。我个人甚至认为，当前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状态，即俄罗斯方面和谈的诚意很足，心态很迫切，因为俄方要避免在战场上泥足深陷，堵上整个国运的情况出现，必须要及时止损。而乌克兰则积极性不高，诚意不足，甚至是处于以拖待变、迷惑俄罗斯的状态。乌方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无论是前方的军力还是后方的国力，都不足以应付一场持久战，而且他们还在企图以时间换空间，在等待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军援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到位。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发动所谓的真正的战略反攻了。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